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白。今天也感谢大家点开这支影片来听我聊天。上一期我聊了关于美国签证，对吧？那我这一期聊一下关于日本签证。那日本签证呢，很多朋友就会说日本签证有什么好聊？感觉现在去日本很方便，那么很多人办签证都很容易，对吧？那实际上我今天聊的不是日本的单次签证，而聊的是日本的多次往返签证。也就是说，有个日本3年签和一个日本5年签。那这个签证对很多人来说就比较有吸引力了，因为随时可以走嘛，那不用像单次签证一样卡着时间，对吧？什么时候下来，对吧？什么时候买，什么时候机票，它随时可以走。那你只要看到有便宜的机票，你有这个签证，你随时就可以走。那所以说呢，这个签证就变得对很多人就非常有吸引力。但是这个签证呢是比较难办。那为什么比较难办3年多次往返签证呢是在2011年开始推出的。那我当时就办了。那为什么说这个签证难办？因为它是对资产是有一点要求的，很多人就卡在资产这一块。当时这个签证推出来的目的就是吸引国内一批比较有经济能力的人，能够多次的去日本进行消费，就花钱嘛，对吧？他们肯定欢迎的希望你们随时过来就是花钱。所以说推出了3年签和5年签。当时我记得我刚开始办的时候只能办3年签证，因为3年签证的它的要求是每个月收入就年薪要达到25万人民币以上。那你想，在2011年的时候，等于月工资要达到2万多人民币，那这个要求还是比较高的，已经拦掉很大一批人了，要求比较高。但是当时呢办的话，它也有个办法，它只要有流水就可以了，就是你每个月就银行卡打出来流水上面只要显示工资，对吧？每个月固定几号有一笔这个钱进来就可以了，要养半年或者1年的这个流水就可以了。那么后来呢，就是办的人比较多了嘛，就开始要求你有税单，那这个税单就比较难了，有很多人自己养流水的嘛，他就没办法提供税单，那又淘汰了一批人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这2年开始就是3年签和5年签它的条件开始一点点开始放松了。那其实我们从携程上面或者其他的一些旅行债的网站上会看到，它要求实际上从字面上看它是没有放松，但是它的审核放松了，而且呢当中是有一个很大的空子会被很多人去钻。那我为什么这样说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现在需要什么条件。那么我们先看基本材料嘛，大家都有，对吧？很简单的，护照原件、身份证户口本复印件、申请表和2寸照片，这些大家都可以提供。然后呢，如果单次的话有6个条件，那只要6选1就可以了。第一个呢是10万块钱以上的存款证明，那第二个呢是近12个月的工资，对吧？10万块钱以上的在职证明。那第三个呢是全日制本科在校生或者毕业3年以内的学生。第4个呢是年纳税800以上的在职员工，要有税单嘛。或者呢第5个呢是金卡、白金卡、钻石卡的信用卡。第6个呢是10万块钱以上的股票、理财等金融产品。这个是单次的条件那我相信很多人都可以达到，很简单。那么3年多次的呢就有点难度了，它有效期呢是3年嘛，停留呢是30天，基础资料嘛大家都是一样的。那另外呢有以下的一些经济条件4选1。那第一个呢是近12个月的工资收入要体现在20万以上加上在职证明。第二个呢是年纳税1.8万以上加上在职证明。那第三个呢就比较有意思了，它需要大额存款50万，或者呢是理财呢也要50万。那第4个呢是近3年里边你要有2次到日本去的记录。那我们现在再说5年多次往返签证，那有效期是5年，停留呢它可以达到90天了。基础资料大家都是一样的，它下面有3个选项是3选1的。第一个呢是近12个月的工资50万以上加上在职证明。第二个呢是年纳税8万以上加上在职证明。那第三个呢是大额存款150万，或者呢是理财有200万的证明。那么正好上个星期呢，我因为是有5年签证的嘛，所以说上个星期呢我正好帮一个朋友去办了件急事，就是到日本就是接一个小孩回来，就办了件急事。我一下觉得这个5年签证就非常好用，你有什么急事就可以马上去办。我回来之后呢，我一个朋友和我说，他的3年多次往返签证呢他也下来了。我当时听了就是感觉有点奇怪。那为什么奇怪他原来的话，他之前他和我说他想去办3年签证，但是他没那么多钱。他很坦率的和我说，因为他现在是无业游民嘛，他很坦率的和我说，他现在身上只有大概10万块钱。那
我说10万块钱嘛，你去办个单次嘛就可以了，是吧？办个单次旅游签证，你去玩一下嘛就可以了。他觉得不行，他觉得想办个3年多次往返的，甚至是想办个5年多次往返的。我说你这个资金不够，你这个怎么弄呢？对吧？那当时呢也就后来没有聊下去。那这次我回来之后呢，他跟我说他已经办出来了。哎，我就觉得很好奇，哎，有钱了？他说没有，还是10万块钱，但是呢他就办出来了。对，我说，哎，那你怎么办的啊？那怎么10万块钱也可以办出来3年多次往返的？那他后来跟我说，他后来是找了个黄牛。我第一次听说，就原来办签证啊，他也有黄牛。他黄牛干嘛呢？就帮他注资，就帮他过桥。什么叫过桥呢？也就是说，他去开存款证明的时候啊，他黄牛一起跟着去。然后呢，这个黄牛呢，先让他用一张银行卡给这黄牛打500块钱，这黄牛在一次性打给他50万，然后呢，就叫银行开一张存款证明，把这张存款证明开出来之后啊，再用这张卡再打回给黄牛50万。那么这个500块钱呢，等于说是垫资的费用了。那么如果你要垫资150万，对吧？那就是1500块钱，也就是黄牛这样倒手，对吧？搭个桥过个桥，就是1500块钱赚好了。哎呀，每天这如果说办个3、4个的话，真的是日进斗金啊！并且呢，我后来了解到，实际上旅行社让你提供这些条件，并不是硬性的，它也有很多弹性。我知道上海最便宜的话，办5年的多次往返签证的话，它最少是要100万，80万到100万就可以办。所以说这个东西啊，都是旅行社自己定的，对吧？自己定一下，看看你的经济能力，然后交到领事馆去。也就是短短的半个小时之内，这黄牛啊就净赚500块钱，也就是把这个钱就过给他一下，开张证明就赚了500块钱。我说，哎呦，这个东西也可以啊！那么现在真的是，什么办法都想得出，你的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。他跟我说，我因为着急要办，所以呢也就找了个黄牛啊，也就过掉了。他办完之后啊，他还和我说，实际上我自己如果不怕麻烦的话，我不通过黄牛也可以开出来50万块钱的存款证明，甚至于说150万的存款证明。那我就更好奇了，你这个也没人借钱给你，也没人帮你垫资过桥什么的，你怎么开呢？你不知道银行怎么开呢？他后来和我神秘的一笑，和我说，那你第一啊，你首先我在建设银行，比方说建设银行里面有10万块钱，我早上先通过建设银行开一张10万块钱的收证存款证明，然后呢开完证明之后啊，通过手机 APP 直接转到他自己名下的农业银行去。那农业银行去了之后啊，他再跑到农业银行再去开一张10万块钱的存款证明，开完之后如此炮制，再把钱转到什么中国银行，就这样在同一天时间里边一下子转了4、5个银行。那这样的话，他不是每个银行开10万块钱，5个银行就是50万了吗？如果你不嫌麻烦，你甚至于开15个银行都可以，就这样滚啊滚，他就可以把这种存款证明全部开出来。由此可见啊，我觉得现在啊，什么政策一出来啊，就很快会被中国人啊去找到一个漏洞，很快就找到一个漏洞，变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，对吧？很快就可以把这个政策给破了。很多政策实际上我觉得一开始都是蛮好的，就是玩啊，就是玩坏了。那这个视频我并不是说鼓励大家去这样做，我只是说现在你看啊，到日本去那么多人，对吧？很多人到日本去玩啊什么，很简单，只要办个单次的签证就过去玩一下就好了嘛。那很多人就是可能啊去做些其他的事情，他需要有多次往返签证。也正是因为一些旅行社的一些审核的不严格，或者怎么说呢，就给某些人去钻了空子。所以我很担心以后这种签证啊，是否还能够一直这样延续下去。如果一直被这样玩的话，是否会一直这样延续下去？好了，今天啊这期视频啊，我并不是说鼓励大家去这样做啊，我只是说一些我所听到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事情。好，今天也感谢大家点开这支影片，也感恩大家订阅我的频道，我是老白，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